日本旅游的时候，你有看过这个人的照片吗？消失半世纪的日本炸弹客最近竟然主动向警方自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知名度最高的通缉犯桐岛聪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几个礼拜前呢，日本出现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恶名昭彰、逃亡将近50年的通缉犯桐岛聪主动的向警方自首，惊动了政府高层。虽然几天之后桐岛聪就因病离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通缉犯真的有现身的一天。过去几十年来，日本警方为了捉捕桐岛，真的伤透了脑筋。他的通缉海报一直张贴在各大车站的布告栏上，只要是日本人，应该都看过他。回顾桐岛人生，他原本是一位乖乖牌的学生，却在大学时期加入了武装组织，发动了多起的炸弹攻击事件。而在警方展开追捕之后，他就神秘的消失在人间，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再次的现身。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究竟桐岛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要当炸弹客？又是怎么样躲避警方隐姓埋名这么久的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这种招财蟾蜍原来都只有3只脚吗？为什么？有可能就是招财蟾蜍它前身的是一只非常爱钱财的精，然后整天去偷咬别人钱，然后躲起来，搞到一堆人都穷到变成乞丐。那玉皇大帝看不下去，就派仙人去收服他，然后把那些偷走的钱拿回来就穷人。那在斗法的过程当中呢，仙人除掉了蟾蜍精1只脚，所以现在这些招财蟾蜍呢都只有3只腿。为什么要少1只脚？这个寓意呢，其实是这个爱钱的纠集呢，后来都跑不远，所以你在外面咬完钱之后呢，就带回家来。当然，这是超可爱的招财纠集不满，让你的愿望咕噜入袋。这纠集除了一样有3只脚，还有满满的好彩头。上面看呢像是象征发财的发，这边看呢是象征财富的巨网灯，前面看呢是象征事事如意的如意纹。而且还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雨过青色，放在桌上呢不止好看又吉祥哦，投资下去的声音也超有余韵满满的质感，根本可以用来许愿。喜欢的话，赶快点下面看看吧。1954年，桐岛聪出生在广岛福山市，也在当地就读高中。根据高中同学的回忆在大家的眼中，桐岛是一个认真、木讷、不惹人注意的普通学生，也看不出来他对于政治有任何的兴趣。但是高中毕业之后，桐岛的性格却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桐岛考上了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离乡背井前往东京读书。在大学里面，桐岛进入了左翼政治思想的社团，也认识了新左翼运动家黑川方正和宇贺神寿一。后来学者分析，这段期间桐岛可能接触到了比较激进的思想，让他的想法越来越极端。从那之后，桐岛就对政治运动充满狂热，也加入了名叫做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左翼暴力组织，用2年的时间成为了组织内的主要成员。那么东亚反日武装阵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呢？1960年代，美日双方签署了新的安保条约。日本不但要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如果美军开战，日本也要出手协防。但这样子的决定引来了日本人的恐慌很多人担心日本会被迫卷入战争。不少学生走上街头发起学运，打着反战、反帝国的旗帜，跟政府进行非暴力的抗争。不过，由于和平抗争的效果不佳，一些团体开始往鹰派靠拢。后来，日本政府支援美国打越战的事情，更加深了部分学生反政府的决心，行动变得越来越暴力。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以反日亡国为号召的极左派暴力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就这样子诞生了。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认为日本在战争时对于北海道原住民朝鲜人、台湾人、中国人还有东南亚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但日本的天皇在战败之后却可以在皇居内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这样子的行为呢，根本是愧对于当初的受害者。而与此同时日本人从小被教育要认同自己的民族，更要敬爱天皇、尊敬天皇，这样子的矛盾让他们认为必须要站出来反对日本、反对天皇，才对得起当初被日本迫害的受害者，为当年侵略的暴行赎罪。战线没有明确的组织阶层，只要认同理念就可以参与战线。而根据后来警方的资料，组织呢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狼、大地之牙还有蝎3个班，而桐岛聪呢就是蝎的成员。为了改变日本实现理想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执行了一系列震惊日本的攻击行动。东亚反日武装战线首先执行了几次小规模的爆炸案，像是在战争纪念雕像处放炸弹等等，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后来他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暗杀当时日本的昭和天皇。1974年，他们发起了代号红作战的天皇暗杀计划。他们搜集到了情报，得知天皇搭电车的时间表，于是他们打算呢在桥梁上装设炸弹，等到天皇列车经过时炸毁，让列车翻覆坠桥刺杀天皇。不过就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却被不明人士
是给盯上了。由于担心对方呢是政府人员，组织决定临时放弃计划，以求自保。不久之后呢，他们决定转移目标，攻击他们认为当年有支援日本侵略他国的日本企业。1974年的8月，位于东京的三菱重工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呢是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对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公司的大门放置了大量炸药，要求三菱重工马上撤离员工，他们并不想要造成人命伤亡。但由于反应时间不够，三菱重工来不及疏散，最终呢还是导致了8名的人员被炸死，300多名人员受伤悲剧。根据被捕成员的说法，之所以会选择三菱重工下手，是因为呢，在2战期间，三菱重工虐杀欺压台湾原住民，靠压榨当地民族累积自己的财富是不公不义的行为。而除了三菱重工之外呢，战线又执行了好几起的企业爆炸案，在这些案件当中都有同岛幕后策划的身影。那当然，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灯，随着事情越闹越大，警方很快就展开了全国大追捕。1975年，在警方全力搜捕之下，多名的成员落网，组织濒临瓦解。而警方也在主要成员的家里找到了同岛的钥匙，将他列为嫌犯。2年后，东京都警视厅以违反爆炸管制条例正式的通缉东岛聪。而为了抓到他，日本警方呢还曾经在1年内呢发送了700多万份的通缉传单，希望能够把东岛聪缉捕到案，但是呢依然没有效果。1989年，东岛聪被指定为日本10大通缉犯。从那之后，东岛聪的照片就一直张贴在日本车站，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甚至日本警方呢还请过画师模拟东岛聪变老之后的样子，希望能够有民众指认。但40多年过去了，东岛聪依旧下落不明，而他也成为了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被逮捕的成员。而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要变成永远的悬案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今年的1月25日，一名叫做内田洋男子因为在街上倒下被送往了医院。结果这名男子入院之后呢，竟然主动的表明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东岛聪。警方获报之后呢，马上拘留了这名男子。经过了缜密的调查 DNA 比对，警方终于确认眼前这名男子就是消失半个世纪的头号通缉犯。遗憾的是，在自首后不到1个礼拜，东岛聪就因病离世了。根据报道，东岛聪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使用自己的真名死去，才会选择毅然决然向警方自首。那么这段时间，东岛聪到底去哪了？为何警方都找不到人呢？根据目前有限的情报，警方指出，最后一次爆炸案不久之后，东岛有打电话回家，跟他的父亲说：“我在冈山需要现金潜逃国外。”从那之后呢，东岛聪就短暂出国深造，躲了一阵子才回来。而回到日本之后呢，东岛化名叫做内田洋，在东京附近的藤泽市生活，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这么多年来呢，东岛待在一间建筑公司里面当工人，住在工作地点旁边的宿舍里面。虽然他没有驾照、保险卡、账户等等身份证明，但因为他的工作只收现金，所以没有人发现异状。根据他的同事邻居的回忆，东岛跟大家相处融洽，完全就跟一般人一样。他几乎每周都会光顾同一间酒吧，跟老板的感情不错。大家呢也会用昵称阿内来称呼东岛聪。甚至东岛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在现场跳舞弹吉他。没有人想得到，他竟然就是日本警方寻找了50年的通缉犯。那么随着东岛的离世不论是逃亡期间的事情，或者他所涉案的真相，这些谜团恐怕都很难有被破解的一天了。其实回到日本的学运年代像东岛聪一样的学生真的很多，不少人呢都是高学历背景，他们反对战争，希望日本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而他们满腔热血的走上街头，希望能够冲撞体制，让日本成为更好的地方。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部分充满理想的学生渐渐的往暴力极端路线靠拢，甚至做出了伤害社会的事情，变成了后来大家眼里的恐怖分子。而对于这样的世代，我们真的很好奇，经过这么多年，他们会怎么样看待年轻时的自己呢？我们之前做过一集介绍日本赤军，他们跟东亚武装战线一样，都是60年代左右诞生的左翼武装组织。而赤军的创办人重信房子出狱的那天，就有跟媒体表示，当时只是大学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还有当年只想到自己的战斗对于无辜民众造成伤害，希望致上最深的歉意。那么回到东岛聪身上他会不会觉得后悔，觉得以前年少轻狂不懂事，还是说他其实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社会不懂得他的理念呢？如果能够了解东岛的想法，或许我们就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可惜的是，随着东岛聪的离世，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了。
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就想要来问大家，看完了这集，你会怎么样看待头脑聪呢？我认为他应该要更早自首，勇敢的接受司法的制裁。B，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一直躲藏，但希望他有认知到自己的错误。C， 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想要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头脑聪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恐攻女帝以及恐怖分子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